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到在中日的这一场政治外交上面的冲突，现在竟然是整体已经扩大到延烧到整个第一岛链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火线话题，等一下会来看到的是百艘共军的舰队已经悄悄的压境在第一岛链了。北京还是零宣传，沉默大军整体逼近在西太平洋地区。美日台现在全面紧绷哦，太平洋版的古巴危机难道会正式的此刻要引爆了吗？今天都会一起做关注。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先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这个百艘解放军的军舰，现在可以说已经整体压境在第一岛链了。等一下，厉将军会带我们来看，包括北京，我们现在要来了解它到底在下什么猛棋，而且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方面是完全沉默，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的，非常的神秘。等一下来做关心。解放军这一次出动，包括了它的空中有3剑客，还有海上的神盾舰052D， 打造第一岛链外海最强沙阵吗？最后来看到的是，难道太平洋的版的古巴危机会重演吗？美国在这个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12月4号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刚刚讲了，大陆的媒体是没有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在本周在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了超过100艘的海军舰艇，还包括了在海警船都有。一路是从黄海的南部一直到东海、南海，都可以看到各种的武器深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90艘目前仍在西太平洋这边很活跃的做活动，执行针对外国船只的模拟攻击演练以及操演区域拒止等等的行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步证实，确实共军在西太平洋有4支的海军编队正在活动。路透社也特别指出了，部分共机的舰艇跟战机都已经开始对外国船只进行刚刚讲的这个模拟攻击以及拒止的行动，目的都是要来阻绝美军的增援，要来封死第一岛链。赶快来看到下一张图，等一下会请厉将军带我们特别来关心第一岛链的要冲。我们今天会从北到南，一直看到几个重要的地点，不管是从大隅海峡到这个普格拉海峡，一直到这个宫古跟巴士海峡，都可以看到解放军的武器。如果解放军真的有眼转战，会如何来做进攻？这个有关于战情，我们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思敏给我的作战任务由眼转战。是指挥官受命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任务分析。任务分析第一件事情要确认指挥官的作战任务，还有我军要如何部署跟行动。作战任务第一个分析就是这个要决定自己的有几个任务，哪个是主要任务，哪个是次要任务。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做任务分析要知道的。那各位可以判断，好，如果这时候这个台湾有事，然后就是日本有事，那现在如果说你是战场指挥官的话，你会优先你的任务优先目标是日本还是台湾？我想大家显而易见，应该就是以台湾为主要任务。好，这个是次要任务。第二个来讲，我们在讲兵力运用方面，一定要讲究集中与节约。好，在集中方面要打击，在节约方面，尽量用拘束。那如果说日本跟台湾哪边来讲，我集中兵力的地方，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我是东部战区指挥官来讲的话，有上百艘战舰受我指挥，这种状况下，我一定集中兵力来打台湾。好，那日本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节约兵力，我不用用很多的兵力。那第三个，我们讲拘束与打击，将次要的方向你一定要拘束住，让日本动不了，让日本不敢动。这个时候，让他没有办法来支援台湾的作战，这时候我才能够用全力打台湾。基于以上几个原则，我们来做我们的兵力部署跟判断。好，当然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大隅海峡跟马毛岛在这个地方，用少部分的舰艇，还有用它的导弹来对它做威胁，然后让日军在这个地方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地方不要忘了，就是北边有一个大毛俄罗斯。俄罗斯如果这时候可以跟中国在军事同盟来讲的话，
对日本的北方，我们经常看到，包括白令海峡啊这些地方来讲的话，甚至于这个北海道这边，若俄罗斯在北边有所动作哈。那甚至于朝鲜那边有所动作来讲的话，我相信日本会被拘束在这个地方。这时候高市早苗或这个他们的这个小泉哈，我相信这时候一定不敢轻举妄动。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会用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这个他的舰队哈，一定会出这个宫古海峡哈，宫古海峡，这趁着你不敢动的状况之下，我舰队立刻出宫古海峡。这个舰队极可能是我认为是山东跟辽宁双航母的舰队，然后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担任这个主援的任务，阻止美军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大家还会问，那福建舰到哪里去了？我认为福建舰可能是到南海这边，是南海这边，因为美军也有可能从南海这边上来，所以我在这两个门我都关起来了哈。这南北这个东边这个门跟南边这个门我关起来，北边这边啊，我用一部分兵力拘束住日本，让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我就可以集中我的全力哈，因为这边海峡只有200公里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的是075哈，在075我几艘075在西边海域，076部署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电磁弹射的无人机，可以担任制空作战，也可以登陆作战哈。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牵制到与那国岛。它虽然说与那国岛部署了防空导弹，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076的舰载机，就无人舰载机攻击21来讲的话，要这个歼灭与那国岛的这种空导弹、对空导弹，我想是这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好，076部署在这边，075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置重点在北。是重点在北，南部这边也是一样，让南部的兵力不敢轻易向北转移运用。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说上百艘军舰，我如果说将台湾武统台湾，将台湾拿下来之后，各位想想看，日本这时候还没有作战意义，就没有太大作战意义的。我相信高市早苗这时候也不会在这边这个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紧接着后续就是外交上的动作。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军事上面思维理则来讲的话，不管是主从任务主要任务、次要任务，然后这边是主要打击这边是次要打击拘束的方向，这边是拒止方向。这样我们台湾来讲，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美军的资源，能够获得日军的资源。我认为日军顶多大概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大概2种方式，一种是情报方面的资源大概可以情报方面，可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能在潜舰方面会有所的协助，因为潜舰来讲，毕竟不是水面的战艇嘛，而且你不太容易判断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潜舰，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如果说它潜舰这个要到这边来的话，同样如果解放军在这边这个如果这边有076来讲的话这边有这个它这个航空母舰上面都有相关的反潜机那双方来讲，未来在这个地方极可能不管是水面或者是水下都可能爆发主要的战场会在这边发生，但是关键还是在主要作战还是台湾的登陆作战这是关键是所在，然后怎么样让登陆部队可以持续不断获得资源？我觉得解放军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包括他这个做了那种登陆的接驳船，一艘接一艘的那种接驳滩岸的接驳船或者是说它的滚装货轮都是登陆的持续战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说是日本如果说是要来协助台湾作战，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这个地方毕竟隔了这么多个马毛岛、奄美大岛。那如果说这个055大区的舰队又在这个地方对它形成威胁，切断它大家看到很明显的切断它的兵力。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还是要思考怎么样在没有外援之下独立作战。好，谢谢厉将军。现在刚刚将军带我们看到的是整体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所谓的武统，那可能的作战想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大回的动作，其实包括了海空都有非常多的武器。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盘点，总共是海空出动了哪一些武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同时央视干脆也直接点名了，包括在空中有出动3款武器，大家叫它3剑客，攻击11、歼20跟它的歼16。那么在海上同样呢，则是出动了中华神盾
这一款是这个052D， 那么它是新改良款的052DM， 在今年呢，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它成军了5艘以上。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改良之后有哪一些比较改进的武器的部分呢？就是它换装了 X 波段，可以快反雷达，提高对于低慢小的目标跟逆中目标的一种探测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将军来从军事也帮我们做解析，解放军最新的刚刚提到的空中的3剑客加052DN 的这个神盾舰战力组合又有多狠？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空中3剑客，包含攻击11、歼20跟歼16，它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任务呢，要针对任务的特性、目标物的特性来做机种的搭配。那攻击11做什么？攻击11做踹门，歼20呢负责制空空优，因为它逆中战机，负责空优交给他。这个歼16负责对地或对海打击攻击。那我们看，那攻击11它的这个作战航程它4000公里，所以它算是个有空用型也有海用型。海用型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海用型嘛，所以它是2种都可以。然后呢，它只要装什么呢？装来上面飞机上只要挂2公吨的反辐射飞弹，把雷达打瞎就可以了，踹门嘛。踹门完毕之后，逆中战机歼20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给他，让对方的战斗机或什么会抓不到逆中战机，逆中战机抓得到它上面挂的这个长距离的或短距离的空对空飞弹。那真正的打击的歼16，那歼16它有12个挂载，最大的满载是12公吨。你要打个折，你打仗的时候不会说12公吨挂得满满的，大概挂个8公吨差不多了。那可以挂鹰击6两、鹰击83，我就看它要针对任务性质啦。鹰击6两或者鹰击83的性质，专门做对海打击。因为为什么？因为讲到了第一岛链，你从这几个海峡，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或者是那个中国海峡。这个军青海峡，它这个都可以出来啊！可以出来的时候，这个在东海还有巴士海峡都可以来实施这个海域上的扫荡。那这个交给谁？就歼16嘛。所以我们看踹门，掌握空优，然后对地或者对海打击，这个刚好就变成3位一体。一种机型，你让它包山包海，又要对空，又要对海，又要对地，又要去踹门，这个任务你通通交给他，反而贝多利分。你都不专精，你又要对空，你又要去对海，你都不专精。这个我们把分工分得很清楚，让这些真正执行任务的歼16专心去对舰，空对舰的飞弹就下去，83鹰击8或者鹰击62下去，把这个军舰给它击沉，它专进行。那这样的话，功能是发挥到最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海军，看到动5两 DM 就是现代化了，中华神的7000公吨。7000吨级的，最重要它改良在哪里？以前呢，它的这个搜索雷达是 C 波段跟 S 波段，那它现在加了一个 X 波段，X 波段是强迫雷达。那强迫雷达看得远，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海上你要怎么克服？因为它有个曲度，那曲度一远的地方你看不到，因为它是地球，你这个雷达波是它不会转弯的，雷达波是直射的，你地球曲度那远的地方，它直接过去，它在下面。你根本没办法发现目标，那这个就重要了。我要换 X 波段，强迫雷达要出来了。它这个强迫雷达的型号是364型，那364型专门抓低空目标。我们知道有时候低空目标，尤其是反舰飞弹，这个空对舰飞弹或舰对飞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去在第一时间先发现有飞弹来袭，然后我这个时间预备了准备去摧毁它。那动5两的它重在防空，不跟动5不一样，因为这个军舰也是一样，不是说包山包海样样都行，它重在防空。所以你注意看，中共一个这个我们作战集群出去的时候，有动5两，有动5-4，然后还搭配大家来护卫动5-5，是这个样。它这个总共是64个垂发，前面32，后面32。那针对任务性质，我认为它装的这个舰对空的飞弹多。我们讲打以这种大型的。这无人机 UAV 可以打这个我们讲的飞机，我们叫做防空，这个火力没问题。就这样，它上面挂的是红旗9B 跟红旗9C，都是比较现代的。那你这个海红旗9B 跟红旗，它不用海红旗9A 了，淘汰。那这海红旗9B 跟海红旗9C 都打200公里。那这样的话，先发现目标，反正交给 S-band，然后
这个海红旗9C开始对目标做掌握发射出去，不管是大型的 UAV 也好，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战斗机或者歼击攻击机，那这都会在它的这个火力涵盖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只是这里面没有写，就是空警500或空警600，这你要搭配。为什么？它可以在整个战场对空搜索还有对海搜索，通通交给空警500，或者是空警600，看是什么性质，是海军用的600呢，还是空军用的500？把整个空域交上去，然后经过链路 link 在一起，把这些相关的讯号在第一时间收集给动52 DM。这样来搭配，或者是将来的时候，这个空警500或空警600，将收集的信号跟它攻击的目标，这个下发给歼20或下发给真正出作战任务的歼16，那这样子去打海上的目标，这个以后就是说变成战场管理，然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作战图像，由作战图像做任务的分配很明确，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那目前它的航向、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吨位的大小或者是一些特征，它会告诉这个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任务飞行员一发射之后，他就接管，把这个信号去导引这个飞弹过去攻击那海上的目标。所以将来都是一种任务型的搭配，没有一架飞机它要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去做执行。这样的话，让飞行变成单纯化、组合化，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是好，我们看到整体来说，等于说这一次不管是海是空，解放军已经释出了各种的武器。不过现在外界其实也在做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比较诡异。过去如果是做相关的演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官方的媒体或者官方或者是他们的媒体，可能都会释出一些消息，但是这一次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大家才在猜说没有讲的话，其实感觉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有可能由演转战？零宣传的状况之下，这个类似过去太平洋的古巴飞弹危机，是否可能会真的到来呢？杨老师有怎么看？现在目前已经确定，还是至少有90艘以上的水面舰在整个黄海、东海的集结。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11月7号高市早苗的发言之后所看到的这个情况。目前我觉得目前还是在集结跟演习的这个阶段，它会不会接下来采取一些真正的任务的行动，不确定。但是呢，可能有3种。第一种就是持续的一种集结演习，产生一种威慑。这个威慑效应当然就是告诉日本、美军，甚至台湾这边。那针对高市的发言，因为高市的发言他提到，就是台湾有事，就台海战争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事态，所以呢，暗示的有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卫队派兵，而且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那他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收回，所以呢，大陆这边也不做任何其他的宣示，就是做兵力的集结。他觉得可能你们这些决策者，你们这些保守右翼不太了解，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还大概是停留在10-20年前对于解放军的认知。你看今年光是印巴空战到93阅兵这2个事件，其实就显现解放军的就是整个武器的这种精良跟作战能力。因此，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有一种威慑。第二种可能呢，那就是有攻击。那这个攻击我们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产生。我等一下回来讨论。那第3个呢，那就是封锁。这个封锁一定是针对台湾，因为高市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说台海封锁就会造成日本的存亡积态，那你就来啊。不要忘记你还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目前觉得现在在日本、韩国、美军驻日美军，甚至我们台湾所有的军队。海防以及国安人员还有情报人员一定是待命的，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密切会去观察，可能甚至每个小时要提供相关的这些情资然后一段时间他立刻要做一些研析判断。我觉得目前军事层面判断这个比较是维持在威慑的这个效应上，但是你要做最坏的这种就是说打算，因此。这样子的一些怎么打算呢？你当然可能要待命，可能要因应相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过我个人觉得大陆这边目前没有其他的理由说这么快速的由演转战，但是呢，也要看日本这边的反应。那所以你看到这几天高市就开始不断的在退回原点做修正，
可是大陆这边觉得你是这样在这个推脱，你在搪塞，没有真的这种就是诚意要去收回，以及面对这个问题，你讲错话，然后你事实上美国都不支持你，因为美国觉得，怎么你走在前面，要我来帮你收尾啊？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川普还打电话给高市来去敲打，对，所以现在我觉得紧张的情势是很高了哈。那让日本这边也了解到，自卫队这边一定都会每个小时不断的讯息到防卫省，防卫省到官邸，官邸到高市，告诉他现在大陆在那边90艘水面舰集结，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我觉得形势其实在日本的政界是非常紧绷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关心到的是，本来是中日之间的政治外交的这一场对撞哦，现在也加入了许多国家，让情势变得战情非常的诡谲。俄罗斯可能加入在当中，那么包括了美国跟北韩是否也可能加入在这当中，让整个冲突持续的扩大呢？今天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接下来的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因为这个时候俄罗斯也正式的表态了，他跟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战略对表，要一起来共同对抗日本。尤其他们用这个日本你这个军国主义九头蛇来怒轰东京，你一直想要把你的军国主义给扩大。现在来看到说西太平洋会不会接下来变成两大势力的对撞，包括了中国大陆、俄罗斯加上这个北韩对上美日台的大对决吗？今天会来做第一点的关心。第二点，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刚刚讲说俄罗斯要加入嘛，那一边呢，这个对抗日本的话，中国大陆会不会从西南诸岛这边来做对抗？那俄罗斯则是从千岛。这个群岛这边来做对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东京正在面临的是70年来最大的战略压力吗？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是中俄的巡联，大家在看不是演习是预演吧？因为现在各种武器都出动了，如果真的开战了，中俄还会亮出哪一些更狠的武器？今天就军事战略面，我们会做一层比较深入的分析。赶快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官网是突然抛出一个震撼弹，是什么呢？在外交上有了一个大动作，也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跟俄罗斯的国安会秘书长绍伊古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俄第20轮的战略安全磋商，双方这个话也讲得非常的直白，官方也毫不掩饰的直接说，中俄现在是就日本的问题进行战略对表，已经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绍伊古干脆就直接呛了，你日本的军国主义九头蛇已经再次的抬头了，俄罗斯跟大陆我们在斩断你的头颅方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这话说得非常的凶狠。节目一开始要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现在中俄放狠话了，日本会完蛋吗？高市他说他要介入在台海，那俄罗斯也表态了，他会跟日本一起来做对抗。如果我们把战情再扩大去预想，包括了北韩、美国也加入的话，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会不会变成两股势力的对撞，也就是中俄朝对上美日台？杨老师怎么解读？绍伊古讲军国主义九头蛇，那要斩断其头颅方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这个其实有一点感觉上在呼应，中国大陆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的谈话。虽然薛健当时是收回了这个发言，他也沉寂一阵子，他最近又开始在转载就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些这个发文。我觉得中俄之间针对这个问题是在一方面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寻求一个就是相互的共鸣跟支援。那特别针对日本，他的发言到后来又谈到了旧金山合约，不要忘记苏联现在俄罗斯当初也没有参加旧金山合约。对苏联、对俄罗斯、对中国而言，他们其实对旧金山合约对他们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是之后中国大陆跟日本签的中日联合声明以及相关的4文件，延续的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宣言。所以
虽然高市是后来又回到了说中日联合宣言的立场不变，可是呢，比较是那种便宜式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尊重理解，连这几个字都不讲，只是说立场不变。所以大陆这边还是非常的不满意，希望他能够撤回，希望呢他能够真诚的面对他讲错话所造成的影响。是这个时候引俄罗斯的这个共鸣来支持，同时你看到在东海上面的这些超过90艘、上100艘的军舰的集结，我觉得事情还是不可以小看哈，因为你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其他的经济制裁啊，或者是外交的升级啊，所以大概军事行动不会发生吧。真正的军事行动往往都不会有先前的所谓的外交、经济的这种警告。历史上大概都是如此。对，那一步一步累积的哈，那通常大概都是一个可能要准备打大战。那但是如果他只是预计的是一种警告性的或者一种制裁性的，那其实他不会做这些相关的这个作为。但是呢，在外交上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支持哈。我觉得在这一次刚好，因为他们又是第20轮的战略安全对话，在这个之前，他还跟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都谈过。拉夫罗夫对日本的谴责，哇，那简直是比中国大陆外交部还要更深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接下来不要忘记，中日联合海上演习过去曾经绕日本一圈呐，那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就这个大概看。因为这一阵子刚好海上密集比较多的这个演习，明年的春天的演习也会持续，但需要等到明年吗？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这个准备上态度上都是比较紧绷的。好，所以接下来中二，我们看完他的态度之后，有没有可能就是针对于中二，有没有可能针对日本做一个南北夹击来做进攻？包括也就是中国从刚刚说的嘛，西南诸岛那。俄罗斯则是从千岛群岛往北海道推进，等一下请张将军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持续看到说，中俄这一次其实真的是站在一起，而且他们也一起发出了通稿。通稿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些细节，包括3点。第一个，他们说要捍卫2战的胜利成果；第2点又说了要反击殖民侵略的翻案；最后，当然了，刚刚提到的，他们要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当时2战的时候，俄罗斯在日本投降前他的这个路径。是怎么做的？他当时其实从这个北部进军在库页岛，还有千岛群岛，逐渐的在往这个北海道方向做进攻，最后是拿下了包括了库页岛跟北方4岛。那近年其实中俄的动作也非常的多，积极的在对马海峡，还包括了在日本海跟中国海峡进行这种联合海空战略巡航，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动作才会特别的备受关注。有没有可能南北一起夹击日本？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很多事情要看这个战略的迹象。我认为现在所实施的是战略施压，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在1960年签订的美日安保。现在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算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目前数目最多的。当然，它这个驻军的数目也会机动调整，而且会有1艘航空母舰常态性的进驻在日本的横须贺军港，所以这方面有美国的因素在这边。那现在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施压，我认为先从战略施压、极限施压着手。那这会有3步走，3个手段。第一个，海空联合演习，海上大兵力、军舰，然后甚至有空中。那这种海空联演完毕之后如果强度要增加的话，变成火力演习，做实弹射击，舰对空的飞弹或空对舰的飞弹、反舰飞弹，大家来说实施，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就是海空联演，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中国的这个远海编队它会通过战略水道，那个战略水道包含宫古水道，还有对马海峡也是战略水道，还有北边的军青海峡，这也是战略水道，还有北边的中古海峡，这也是战略水道。它会这远洋编队通过战略水道，这个什么向日本施压也是，然后同时3个水道同时穿越。这个强度增加了，3个水道都有中共的军舰，这个打击群穿越，这个就是战略施压。我认为这是第2步走。第3个，我认为他会派一个排级的兵力、小兵力上钓鱼台，直接上钓鱼，因为钓鱼台主岛只有3.16平方公里，都是那个岩石，没有办法。但是这个南小岛跟北小岛，尤其是南小岛，它
它的拳头山跟拇指山之间，那块平地可以有一个排的兵力可以进入那个地方，连级就太多了，是这个样，那就进驻到上岛了。对，我的兵力进驻就是一个排级兵力上去，对，看日本人敢怎么样。这个我认为这3步走就会对日本做个测试，这个也就是战略的极限的施压。但是如果是这个中国大陆又跟俄罗斯对日本这边动手的话，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个，中国大陆负责封控西南诸岛，因为西南诸岛从安美大岛、这个冲绳啊，现在我们叫琉球，还有包括的这个八重山列岛啊，你包含蛇环岛、包含与那国岛啊这些，那这些中国大陆我们讲的封控，所以因为它靠海空运补网跟你封控在那边。因为这个不属于日本的领土，中国可以这么讲。因为在2次大战的这个波茨坦宣言啊，按照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啊，日本只限于北洲4国、九州、北海道这4个大岛而已。这个西南诸岛不是他的，那中国大陆会做这个迹象就要来了，我们就要升温了。那第二个呢？那个最后一个才会对4大岛，就是刚刚讲的本州4国、九州、北海道实施军事行动，这是最后。所以我们看它会这个层次，它会慢慢升高。那慢慢升高的话，那就会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啊，如果在共同联合来实施军事行动的话，当然俄罗斯从这个北方4岛就下来了，对不对？北海道，对，还有我们讲到的本州的北边，那中国大陆才会对4国、九州。还有本州，因为本州最大的南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呢，它会这几步走会慢慢升高。那目前的话，只是一个海空联演的施压，还没有看大作战的集群穿越重要的战略水道，还没有。所以我们来看这些迹象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会不会一步一步走？这是一个检查卡，是一个步骤。那按照这个步骤走，就知道它的升温的程度到什么样的指标。但是就我这个短期来看的话，他们目前会在演习阶段来做测试，日本会不会改弦易辙？高市早苗对他的所讲出来的话，会不会做一个政治上的调整？对，我认为中国大陆会观其言，听其行，听其言，观其行。好，现在看起来中俄之间都还只是针对日本做这个战略上面的施压，给日本一些的警告。但是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变成一个真的动手军事行动，从南北中俄一起做夹击，变成一个真正的战事哦？这恐怕就一触即发，我们都要持续的来做关心。刚刚讲到嘛，所以说中俄目前都是战略施压。过去我们看他在做这种联合海空巡航的时候，有哪一些重要的武器有做出动？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请厉将军帮我们做评估，包括了说如果美国也一起来帮助日本的话，双方真的打起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到过去中俄到底出动了哪一些主力的一些武器，那包括了从海上我们做解读，还有空中我们也来做解读。我们请导播来 cue 一下下面这些武器的图片哦。过去登场的主力，我们先来看到海上，中国大陆出动了哪一些？包括它的052D， 还有呢它的这个054A 的护卫舰。那俄罗斯海军则是有闪电级护卫舰。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字排开这个，再来是空军哦。好，第一排的第一个的最后一个图是轰6，这个是来自于大陆的空军，总共3款轰6，还有歼16跟它的空警500。好，接下来最后图片的最后尾端的2款武器，则是图 95NS 跟速 35S， 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空军的战力。整体来看，中俄过去的联合巡航的阵容会成为未来真的进攻日本的主力吗？现在如果来一起跟美日做对抗，包括美国它出动它的 F-35跟它的航母，中俄可能会派出哪一些更强悍的武器吗？厉将军又怎么解读？高市早苗确实是误判形势。他误判哪件事情呢？他不晓得说俄罗斯会跟中国会联手起来，因为中俄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同盟的相关的合约。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仗打那么久，中国来讲也仅止于说是买他的石油而已，并没有实际上面派兵去支援，甚至于连这个武器卖给俄罗斯都没有。所以这是第一点，让高市早苗误判了。但是这次来讲的话，那你讲出这种话，我们看到反而是当中国对日本要动手的话，反而是俄罗斯主动跳出来要替中国撑腰。绍伊古是何等的人呢？
邵伊谷现在是国家安全会议主席等于是我们国安会的这种秘书长这种角色。但是他之前是什么呢？他之前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在指挥战争的，所以他并不是文人的秘书长，而是他是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一个这国安会的主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日本来讲的话，我认为他第一个低估了形势，而且我觉得邵伊谷讲的话非常的重他认为军国主义九头蛇，他用到这么重的话来形容高市早苗。大家要知道，日本在这个东亚这个地区来讲的话，长期以来他跟周边的国家都相处的不好，都有曾经发生过战争包括日俄战争，对不对跟这个朝鲜来讲，他也占领了朝鲜，把朝鲜当殖民地。那跟中国更不用讲中日战争大家更是了解。所以日本你在这个地区周边的邻居你又搬不走，那你又在这边用那种叫嚣的言语要挑衅这周边的国家，难怪俄罗斯中国来讲都认为你是军国主义复辟。当这个标签贴在你高市早苗头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是很难贴下来的。第二个，我认为高市早苗误判形势，他一直认为说是中俄两国还是停留在公元2000年以前的陆权国家的时代，那确实是如此。以前中俄两国大概都是大陆军主义，但是中国最近从2000年以后，我们听到的是所有军舰像下饺子般的速度成军那我们刚刚看到你列的这些表，包括052驱逐舰，甚至还有055、054。然后福建号075、076数都数不完了，还有潜舰部分094、095、096等等039，等于潜舰也都是陆陆续续的成军。那中国已经很明显的从一个单纯的陆权国家，已经摇身一变，进步到能够有远程作战的海空权的实力。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日本你还敢在这个地方挑衅，是很明显的高估自己的能力。然后有一句话叫做自不量力。如果说如果说真的是中日两国开战，我认为俄罗斯来讲的话，倒不见得会对他发生夹击，但是他会拘束到日本的动作，让日本不敢动作，然后让中国可以放开手来这个武统台湾，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川普对中的态度是全面降火了，怎么回事呢？另外也看到的是美中休兵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密约？现在担心的事情是台湾会不会被推向成为一个棋子，推向这个军费的深渊呢？另外一方面，台湾在最近可能宣布了这个小红书会做封杀，达到1年的时间，影响人数高达300万人。今天就两岸还有美中台3线火力同时升温，一起的来做关注。好，我们赶快来看到是美国总统川普，他为了避免今年好不容易真的可以跟中国大陆敲出了这个中美稍微在贸易上休兵，结果川普政府是突然间踩了刹车那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呢？他说呢要暂停制裁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另外呢他还说不推新一轮的重大出口的管制了。官方所有接下来和中国大陆有关的一些措辞都会变得比较缓和，并且来做修改。这边提到了包括缓和的项目，像是国家安全战略跟国防战略报告，只要是跟大陆有关的这个修辞，他们都会做一个比较缓和的修改。在这个时机点上，重点是川普他才其实跟台湾刚签下了台湾保证落实法案。那看到这个签下去之后，贝森特就想要赶快缓和一下气氛，于是呢，签完之后没多久，几个小时他就立刻说了，美国同时是大陆跟台湾的盟友，而且我们的对外关系是没有改变的。但是重点来了，贝森特灭完火之后，媒体又追问他说，如果说大陆武力犯台的话，美国你是否会出兵呢？
贝森特是指回了，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所以我不想要多做回应。这个讯号，我们现在也来做一下解读。台湾的保证落实法案当时是要求说，美国每5年可以重新检视对台的交往准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对台湾来说，到底美国会不会真的保护台湾呢？来看到这个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他一直避谈有关于军事协防要不要来保护台湾，他一直把焦点转向说，你台湾应该要提高你的国防支出吧，到 GDP 的10%。那确实，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在最近也最新宣布了，2026到2033年台湾的军购总额持续的上升，达到了1.25兆元新台币，好，史上最高。美中现在休兵，川普则是全面的降火，这是真的停战吗？川普的布局是什么？接下来如何看美中之间的关系？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是一种柔性外交，它并不是这种刚性外交，或者是这种硬性的这个硬碰硬的外交。它这个现在美国要自己走的呢，它是从这个筹码交易之中哦，走向双赢，是这个样。那怎么来看呢？我们看乌克兰战争很简单，乌克兰战争啊，变成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但是美国是大赢家。对，美国获得了乌克兰的稀土，美国也获得了乌克兰战后重建庞大的预算经费，美国而且俄罗斯还允许美国到俄罗斯去采它的俄罗斯的矿，稀土矿。我觉得美国全部赢了，在俄罗斯跟在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获得最大的利益是它。所以我们来看哦，这个就是这个筹码交易。所以我认为哦，这个我认为这个3年值得观察，因为现在是2025年的年末，你从2026到2028，我认为这3年的调试期，美国原则上是走柔性策略。你看乌克兰就是这个样。那现在我们来看呢，那第3个步骤是什么？我认为它会有代理策略、代理的行动、我们讲代理战争，一般讲叫代理战争啊，或代理人啊。其实我认为它是以代理的这种策略啊拖住对手，就好像啊蚂蚁雄兵拖住大象，变成这个状况。蚂蚁雄兵拖住大象，就跟美国现在中国大陆怎么走呢？我也蚂蚁雄兵啊。中国大陆的西段交给印度来牵制，因为他们有领土的纠纷，将近通通加起来，东段跟西段加起来12万平方公里，他们这边由印度负责。那南海交给菲律宾来负责，那东海交给日本来负责。蚂蚁雄兵拖住中国大陆，那美国在后面呢坐收我们讲的这个军售的利益。大家都要背后的最大的靠山是谁？日本、菲律宾啊，都是靠背后的最大的靠山就是美国。所以美国是在后面，他就是拖住对手。那他这种策略来看，对美国来讲是本小效高，利益获利最大，不用单独出兵。那现在俄罗斯谁拖住了？乌克兰拖住他了，打了3年10个月，拖住他，让这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呢，原则上5到10年没办法翻身，因为要去恢复它的元气。那美国我为什么讲第一步，它要3年调试？因为现在美国这3年是国力弱了，乌克兰战争呢，把美国的武器弹药啊都用的差不多了，包括卖给台湾的武器，它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往乌克兰战场送了，那怎么可以呢？往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送了，它什么？所以美国这3年的调试期一定要去把握住。它弹药不够了，这时候可以跟中共贸然起冲突，产生军事上的争端吗？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微乎其微。所以他就按照我的筹码的交易、代理的策略行动，还有蚂蚁雄兵策略，来对中国大陆实施利益上的交换，跟筹码上的互利。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回美国的策略哦，走向双赢，跟中国大陆之间要来走向双赢。那台湾呢？台湾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牺牲的人的国家？因为我们来看到，虽然跟美国签订了所谓的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好像得到了一些承诺，但是我们又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在买各种的军购的武器。有人说这个是一种政治上面的账单，美国真的会提供安全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台湾碰到诈骗集团了。美国就是诈骗集团渣男，对不对？这个骗我们的感情，还骗我们的钱。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这个台湾保证这个落实法案，等于我将它形容成就是一个渣男在骗一个女孩子，叫你来投资，把钱给我，然后之后来讲的话把你抛弃，有什么用呢？
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在签什么呢？他现在正在签的叫做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到国防战略报告，这两本对美国来讲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包括经济，包括到我们的军事，包括到我们的外交，包括这个美国的地缘战略，整个都包括在里面，来确保美国的安全所以这叫国家安全的战略。那之后来讲叫做国防战略那因为要有国家安全战略，里面有财经的，有所有包括在里面，然后他来指导国防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这个时候因为要避免刺激中国，所以他将它修改，对中缓和很多的语气，因为他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会去修改，会去润饰，尤其是说对中的语言要放缓和一点，就是跟川普好不容易跟这个习近平谈了很多经贸上面条件，中国现在又跟你买大豆，对不对？西土来讲又对你解除了很多的管制对你来讲方方面面，那美国这个时候不敢得罪中国他在这种在他的国防安全战略的报告书里面，他要去润饰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相信美国提出来台湾保证落实法案了。我觉得很明显的，他落实法案就是什么？就是哄我们、骗我们，让我们继续心甘情愿的掏出这个每年这个 GDP 的5%的这种费用去跟美国买军购嘛？不就是如此吗？因为他担心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但也有很多反弹的声音，大家提出很多的疑虑我们没有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那我们要买什么武器？是不是买的武器并不符合我们国防上面战略安全上面我们自己的需求？那你美国是不是有清库存的协议？我们现在很多在野的提出相关的质疑，那尤其说我们最重要的质疑一点，我们花那么多钱付了保护费之后，那如果说台海之间万一发生战争的话，你美国会不会来协防台湾？那川普这时候就很明显，我会来这个你们把钱给我我保证我们会落实法案，仅此而已你觉得这像不像是这个一个渣男在骗一个少女的钱，说你把钱给我，我帮你去投资你投资给我，将来一定会娶你。那之所以到之后会怎么样我想说应了这个套用一句高市早苗的话，真的有到那么一天我们跟美国讲，你那时候有保证落实法案，美国会说，对于当年的法案，我予以尊重，对不对？这大概也就是这些外交指令你认为他真的不派兵，他就跟高市早苗现在的回答一样嘛我尊重你的看法，尊重那个法案，仅此而已。就像他说尊重这个中日当初签的合约，那中国要的不是要你尊重而已，是要你重新再承认这个条约，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如果说这时候美国提出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打仗他不来的话，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能讲。好，这个是美中台现在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那如果是把这个美国拿掉，我们来看到现在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一件事情是否也涉及到有关于政治呢？因为这个其实也在台湾的内部延烧的这个议题，就是小红书。因为国安局最近点名了，说小红书很多台湾人都有在用嘛，现在大约是300万的台湾的民众有在用，那就针对小红书，再加上总共是一共5款大陆的 APP， 他们说具有资安风险，所以要来做禁止。那他就说呢，因为小红书要禁的原因是它有1700多件的这个涉及到涉诈，那么财损超过了2亿元，所以说接下来要下架1年。那在野党也批评不是小红书涉诈，包括了其他平台，美日韩拥有的平台 Facebook、Line， 它的诈骗也这么多，为什么你就只是禁入戏而已呢？这件事情是否涉及到政治上面的考量？因为台湾其实上百万的，主要很多都是年轻人，都有在使用小红书。杨老师怎么看？一觉醒来，小红书连不上了。对，我的小红书真的连不上。我测试了2次。理由当然不是治安跟诈骗。他说2年来，总共小红书被检举的有1700多则诈骗，金额来到了2亿多台币。你知道，过去这30天，我马上就上我们数位发展部数发部自己的网站，它会让你去查询7天、14天、30天，到今天为止的这30天，我去查到底哪一些
社群网站有被检举多少则？总共最高，脸书51827，然后呢 ，Trace 10318，Instagram 7132，这边整个这个图这样好出来。没有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在过去这30天不到100则，因为它2年才1700嘛，人家脸书30天就5万多，做折数呢，那我们1个礼拜台湾被诈骗的超过3亿，小红书过去2年才2亿，完全在比例上说不过去。用这个理由，我觉得年轻人不会相信的，因为小红书是一个生活指南。我有时候上去看的时候，看的那个旅游啊，其实很巨细靡遗的讲一些东西，但美妆比较多了哦。但是它那个运算呢很细，你慢慢的找出来的东西，它会很快的提供给你，而且广告比较少。我觉得政治的东西也不多，基本上就是个改良版的 Instagram。在日本、在美国现在都有在用。前一阵不是拜登要进 TikTok 的时候呢，美国很多人就转到这个 Redbook 的小红书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跟这个无关。而且最近这个新闻出来，就是美国一个 AI 公司要帮小红书在日本东京的资料中心去购买 NVIDIA 辉达的晶片使用，就表示说，美日中民间商业的运用，因为政治的因素，他们自己也找到了一个因应之道。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其实有争议，变成一个新闻的报道，但表示说有这个需求。那台湾这边呢，超过300万人，光去年呢就127万下载。所以我今天支持小红书带了一个这个。那因此我就回去书爬啦。看到原来8月份那个时候，他们在推大罢免的时候，曹新成陈新就骂小红书，骂这个 TikTok， 说就使得年轻人不支持大罢免，应该把它禁掉。后来大陆这边有学者说，两岸的年轻人因为小红书等相关的，就是他只是讲出来其中之一相互的理解，彼此就不会发生战争，不发生战争不是好事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边其实接下来。他就是为了这个选举，他就是禁止你两岸的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更了解中国大陆，然后彼此之间更没有仇恨，因此相互理解。我觉得政治的动机非常的明显。那接下来我就担心了，是不是抖音啊、淘宝都会被禁？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在中美之间有关于晶片的一个竞争。新疆现在最新推出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算力黄金已经碾压美国了。中国大陆大家在看它有一个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在这个时候横扫全球，它的设备是否还能够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呢？另外，封杀这个辉达已经推动了，正式的让中国大陆的晶片大爆发。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 AI 中美之间的战争的胜负，已经不是晶片跟技术原本的那些老路了，现在可能涉及到整体的，包括从能源算力到国家的战略。新疆刚刚提到的，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地壳级的翻转。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原本是戈壁的油城呢，现在华丽转身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算力帝国了。它有哪一些优势？赶快来看到，就是它的电价。先来看，其实呢，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东部沿海做相比，只有它的1/3。如果你要训练 AI 的话，你直接节省了将近达到70%的电力的电费。好，再来看呢，确实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冷，所以也适合这些大数据中心来做运行。所以包括了多家的科技大厂，华为、阿里跟腾讯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现在在 AI 的资料中心也达到了39个，而且它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直通中亚5国、俄罗斯，还有中欧班列这边可以直接到欧洲国家去。
去，能源商品技术都很容易输出。现在黄仁勋他就非常紧张了，他也承认未来限制 AI 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我们想的晶片了啊，是电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讨论的就是电力，尤其在新疆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大陆超级算力的心脏吗？接下来中美 AI 的胜负真的吗？会如黄仁勋他刚刚讲的，不再是晶片，而是能源，而是算力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中国这个 AI 哈，一定是电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黄仁勋讲这一话哈，这个抑制 AI 未来发展不是晶片，而是电力。为什么呢？因为 AI 确实用的电是很凶，但是很关键一件事情 ，AI 要用的电哈，因应未来世界的需求，全世界的共同的认识，要用的电是绿能的电，而不能是用这个有对这个地球有污染的所谓燃煤或者是这个烧天然气的这种电，是要用绿电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直不停的在发展所谓的绿电，包括我们讲一句话嘛，大陆有推一句话叫做这个东算西电。什么叫东算西电？现在来讲，发展 AI 的几个大型的公司包括 DeepSeek 等等这些，他们位置都在哪里？譬如说 DeepSeek 它的总部是在杭州上海，然后计算中心广州或者是这个香港深圳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在中国的东边为主。可是它电从哪里来？电从西边过来。西边来讲，我们看到包括清洁的能源，不是清洁能源，我讲的是绿能绿能包括什么？就是太阳能在新疆很多的太阳能发电厂，还有很多风力的发电厂，甚至于在西藏那边，我们看到它即将要新盖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力发电厂，还有长江三峡像这些电力来讲，都可以供应未来的 AI 晶片所计算所需要所用，而且它的伺服器可以设置在这些地方。好，那我们讲说美国呢？美国有没有电？它当然有电，怎么会没有电？那美国用的电，由于川普他一直强调，他还是要用石油来发电，用天然气来发电，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对我美国来讲经济发展很重要，所以他说是绿电都是在骗人的。对。但是他们美国现在来讲，会用一种取巧的名词了它因为需要大量的电力，大概很多大型的这种 AI 中心来讲，公司来讲，他们用的是核电，他们自己在盖核电，可是他不敢讲核电是绿电，他讲的是什么？是说清洁能源那确实是清洁能源啦。对，但是你未来如果说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来讲，要长期发展 AI 的这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绿电是避免不了，绿电是最安全也对环保，也对节能的。所以我认为说是黄仁勋讲的没错这个东算西电是中国现在正在规划做一个全班大局的规划。好，东算西电，这个是未来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很重要的一个制胜关键。不是只是黄仁勋说，我们来看到几位大咖也是这样说。包括了黄崇信，他说什么呢？他是阿里巴巴的黄崇信，他列出了大陆的4项优势，他也是有跟黄仁勋一样，都有提到能源。那他也讲到了大陆的优势，还有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人才跟开源。那黄仁勋除了刚刚我说到特别提到的能源之外，他也强调了大陆的优势，还有晶片、基础设施、AI 模型跟它的应用。2位大佬针对大陆的优势，杨老师如何解读？可不可以说大陆已经掌握了这场 AI 的主导权？我觉得黄仁勋讲的5层蛋糕看他讲的是能源、晶片，然后基础建设、AI 模型和相关的应用，以及就是这5个，就这5个AI 模型看它应用的层面就很广了软体的应用以及各个产业的商业的应用。那在这里面到底美国，我们现在美国现在目前占了哪些优势呢？晶片、AI 模型、晶片，也许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6成到7成的领先。那因为晶片，你看像华为自己的升腾的910C。以及它现在用的就是 HBM 的技术，我们在这个节目都讨论过。那蔡委员都提过很深刻的这个分析。那其实也不能说很快的要后来居上，但是供应相关的这些使用其实有足够的空间了。那在 AI 模型这个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发展很多这种大模型，可是呢，它都是比较是就不是开源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从DeepSeek 到千问到各个层面，它采取都是开源式。
那你开源式的跟这种闭锁型的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开源型的它可以在量身打造未来，就是说经过第2层、第3层有一些特殊的产业，它可能可以适合它自己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越到后面反而成本越降。那因此，中国大陆呢，正如蔡崇信阿里巴巴曾经做过董事长的，他就说过，中国在 AI 有4个优势：能源、资料中心、建设成本、人才资源跟开源策略。能源这个刚才列将军就讲得很清楚了，中美之间在能源的这个比较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占优势，而且是干净能源。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那这个大概已经跟基本的基础建设也是中国大陆在这边整个制造业基础建设。然后呢，人才资源那当然，黄仁勋自己讲了，5成的 AI 人员研究人员都是华裔，那当然人才资源，而且在中国大陆，它所需要的这些成本更为低，开源策略。所以现在因此有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成本。这个 AI 成本的概念，如果你拿中美来做这个 AI 争霸这个比较那因为真的现在还是初阶段，大家就比这个晶片然后比这个刚开始谁投的金钱比较多，所以媒体上给予大家的感觉就是哇，多少人孙正义投了多少钱，然后呢黄仁勋又投了多少钱，这个 OpenAI 募资多少，就觉得说好像他已经跑得好前面了，结果呢发现了他只在做晶片，那可是呢整个这个5层蛋糕发现到他那个蛋糕根还没有做起来，而中国大陆已经一层一层的开始在这个建构了，所以我觉得 AI 成本对于将来整个 AI 的争霸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中美的科技大咖都已经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在 AI 上面的优势，但是就是美国政府似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最新推出它决定要封杀辉达的一个法案。他说了，未来30个月，一切先进的 AI 晶片全面禁止出口到大陆。当然了，这个黄仁勋就很急了，他跑到华府去立刻见川普，告诉他说，因为他知道说，就算是 H200，大陆都不见得会购买，因为 AI 在中国大陆它的晶片正在快速的产能暴增当中，其中寒武纪科技目标2026产量3倍以上，那么中国大陆的晶片性能也是 H20的4倍以上了。张将军又怎么看？中国大陆不管在晶片产能或者效能全面提升之下，还需要辉达吗？我认为非常短期，它还需要，因为需要的话，它能够让它的整个的 AI 化更快。那长期的话，这不需要，长期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以3步走，你要注意到中国大陆的策略是很明确的。第一个，我们看你看大疆无人机，它在全球的市占率达到70%，所有全球任何一个做 UAV 的无人机的，通通打不过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这个大疆无人机在中国大陆市占率是达到90%，全世界市占率是70%。那在美国市占率多少？在美国市占率如果是消费型的，它占90%，也占90%。你看那多可怕！美国 UAV 你做一架亏一架，那买中国大陆快便宜啊。第二个，你看新能源车，中国大陆新能源车的自己的市占率占76%，占全世界的新能源车电动车它占了64%，2%。2%是中国大陆做的，你看大家没办法跟它比啊。第3个，铁道工程的话，48000公里，现在在营运的已经开始在跑的46000公里，占全世界的70%。你全世界的铁路，中国大陆一个国家占70%，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都是中国大陆的领先。